之前那期 Z Plus 蜂鸟就拆过这一台了，我之前就把玩过一番2018年出版发售的卡魂 S 高达，真的非常的喜欢。结果等一个再版等了整整6年，而且还是带着 S Booster 一起再版的，所以当时也是收来压箱底收藏，没想到计划被 Z Plus 打乱了。寻思着网上好像也没有太多相关的评测，那我就来拍一期吧，正好也可以说到这支我认为的年度最佳的卡魂。这次的 S 高达 Booster 盒子真的是非常的大呀，那配件数量也是多得让人头皮发麻。戴哥难得良心的把 S 高达的东西也全部都给了一套。不过正式开始前，这台 S 高达还是需要做一些零件的 presetting 的，毕竟是进一步模块化设计的高达，很多组件都是能进行换装的，甚至设定上能跟 Z Plus 的零件在接口上做到一定程度的通用。OK， 那么编号 MSA001A S 高达也是 A1 社 Z 计划中的究极高达，开发代号为 EOTA， 不过正式名称不是 EOTA， 而是 S， 即 Superior 超越的意思。和 ZZ 高达一样，可以玩3机组合分离变形，毕竟是 ZZ 同期开发的机体，开发理念也是相同的，旨在重视战迫时驾驶员级战斗数据的逃生。而之前一体变形式的设计使得老式逃生系统非常难用，于是开发人员重启了原组的核心战机机构，并且 A、B、C 3部分都能独立变形巡航。和 ZZ 不同的是 ，S 高达的3机驾驶舱被集中在了胸腰处，而且可以驾驶舱单独分离 ，A、B、C 任何一个部件只要没有都受损，都能带着剩下3个驾驶舱一起逃生。像这样的设计也就不是奔着量产去的了。作为实验机的 S 高达一共生产了4架，而前哨战主角辽鲁兹驾驶的还比较特别，因为上面搭载了真正的机娘，名为 Alice， 且人格也为女性的学习型电脑。所以其实这复杂的逃生机构也就不是为了救人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救 Alice。只可惜 Alice 觉醒的人格最后牺牲了自己。不过非常可惜的是，这个复杂的变形机构 M2 魂是还原不了的。但是全身上下还是有很多特征表现了3机合体的机构，比如肩部的这2对小翅膀就是 A 部件 G Attacker 的，同时硕大的2阶内部搭载了2台核熔炉。这里 M2 魂还没有忘记这个展开散热露出金属内部机构的结构。另外可以看到2间有多具侧面的姿态治愈喷口，可以说动力是非常的富足了。上方的白色杆子则是装备的挂架固定用。另外肩部下方这2个可以摆动的部分其实是小的盾牌，而且可以做外接装备的挂载点，比如 EXS 的燃料管就是挂在这儿。当然如果觉得是没必要的死重也能拆下来。腰部则是能看到 G Bomber 的机翼作为后裙甲，而 B 部件作为下半身，2腿内也各搭载了1台核熔炉。也就是说 S 高达全身一共4台炉子，即使报废了2个，剩下的2个也能保证 S 高达的常规性能。所以 S 高达也能和 Z Plus 一样，直接让侧裙甲改成了光束炮，而且是功率超级高，直接连炉子的那种。那这里就要说到 S 高达的标志性武装大杀器精灵光束炮了，这东西的功率56兆瓦，是之前大腿炮的 4.5 倍。为了增加狙击锁敌的精度，还可以加装 Z Plus 的雷达罩探测器，而且不仅仅是功率大，射程长，炮管处还增加了挨力场，可以让射击进行20度的角度偏转，光束可以拐弯的打出去，这也就是其名字 Smart 的来由。不过使用时需要 S 高达拆除一边腿部的腿炮，通过辅助的机械臂固定后，直接由腿部核熔炉来功能。机械臂的侧面也留出了辅助握把的位置。膝盖甲的特殊形状其实是为了做辅助的 M-Back 机动设计的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不只能自己转动，还有一定的质量，并且内部也内藏了一柄光束军刀，光束军刀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角度调整。那这也是我认为 S 高达的设计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了。而脚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数量繁多的喷口了，甚至连脚踝装甲的后方也有喷口，可见设计者对 S 高达机动性的高标准。而小腿的前方层叠的装甲设计和小腿的造型其实有一定割裂感，这其实是因为这部分装甲其实是 B 组件飞机形态时候的整流罩，变形时会下级罩住整个小腿和脚掌。最后是 S 高达的背包，这个大炮一样的东西，首先是 A 组件的机头，可以看到尖端绿色的监视器和杆状雷达装置。作为背包时也有向后的绿色监视器的部分，内部集成了非常多的传感器，且本身也作为尾翼稳定器参与整机的 M-Back 机动。而两侧的推进器则是 S 高达用的青春款，两侧也仅搭载了1门加农炮，功率仅为12兆瓦。M2 魂这里给了尾部的可动，也给了球关让炮口能在一定范围内做角度的调整。喷口这里的挡板也是很细节的，可以掀起来的。精致感这不就上来了吗？另外头部还有一项标志性的武装为有线的准赛克缪兵器即 INCOM。M2 魂这里是通过拔下天线后通过零件的插拔替换来还原的，这个地方非常的脆弱啊，而且没有备用的天线，所以替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操作。另外 INCOM 的线缆上还能安装2个这种的小零件，用以表现 INCOM 射出时的直角拐弯路径。INCOM 的功率只有 3.8 兆瓦，但作为普通人也能用的赛克缪兵器已经是非常优秀的武装了，可惜续航确实有点短，打完3发就得回来充电。
并且这里也给了 S 高达连发用的精灵光束炮，炮口下方不仅加装了支撑架，整个炮身也增加了一段非常长的炮管冷却装置，其他的结构就和正常的精灵光束炮是一样的了。要安装这个连发的精灵光束炮，需要用到这个辅助的支援单元，将它的机械臂翻出来，翻出来的一端插到精灵炮的机械臂底端孔洞。另一边则是也需要卸下 S 高达左腿的腿部光束炮，然后将支援的部件的另一端机械臂给怼上去。不知道为什么从左边搭载还要单独给这么个延长的零件，而且非常精致的是，这个零件还可以掀起盖板，翻出里面隐藏的辅助握把。其实连发炮和普通炮乍一眼看上去没有太大的差别，所以 pose 摆出来也是大差不差的。不过连射炮在设定上还是挺耗能的，累赘化和高额化也是其唯一的瓶颈。那整机机设和武装看了一遍，整个 M2 魂队机设的还原其实还是很到位的。当然除了合体变形的机构哈，那近摄镜头下的 S 高达可以看得出卡魂的全涂装和遗影还是挺优秀的。不过和 EXS 的蓝色迷彩不同， S 高达阿尔法小队的配色则是很正的红蓝白，整体的饱和度也是很高的。另外我的这只 S 高达感觉品控也挺好的，除了那些量产涂装常见的小气泡和细微的划痕，整体并没有什么大的漆面中奖，颜色发色也涂得很正，个人是很喜欢的。另外这只 S 高达作为卡魂来说，可动性也是非常优秀的，脖子做了2段的拉伸可动，低头加上拉伸的关节可以达到45度左右，抬头也能到60度，同时左右的歪头缝隙很大，也可以歪头到左右30度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了。而脖子的上段为球冠，理论上是可以做到360度的头部旋转的。肩部虽然有一段拉伸可动，但是向前的蝴蝶肩范围不到30度，向后倒是能到30度以上。肩胛能够做一段独立的上抬可动，避让整条手臂的上抬，使得手臂的平抬能达到90度以上，而整条手臂能够做360度的垂直大风车，只不过手臂根部有一段干涉，大臂根部也做了常规的360度平转关节，2段的曲肘则是能完美的达到180度贴住大臂。肩部的机翼也配置了3轴的转动，几乎是可以做到万向的，只可惜 MS 形态下这机翼并没有太多实际的作用，但这里依然是保留了这个机翼的简单展开机构的。驾驶舱门是可以展开的，但这里并没有驾驶舱的内构，而是为了避让腰部的可动，抬起之后向前弯腰可以达到45度左右，而后仰借助腰部的球冠能达到20度以上的幅度。左右的弯腰则是完全依靠球冠，虽然幅度是不错，但这种单球冠真的是我很不喜欢的结构。另外不知道腰部是哪里有干涉，左右转腰只能到45度左右，明明是球冠还变成这样，确实不应该。前襟甲很小，但依然能抬起90度做避让。侧方的炮管和 Z Plus 一样，根部有机械臂做万向的摆动，而屁股后的机翼虽然不能侧向抬起，但能做上下的90度抬起避让。优秀的避让使得大腿前踢能达到120度以上的幅度，非常的优秀。后踢虽然没有任何的干涉，但内部做了限位，只能向后踢45度不到。侧抬则是能完美的做到90度完全打平。平转设计在大腿的下段，不过这里也有限位，甚至离左右90度旋转还是有一定差距，不知道这样设计到底是出于何种的考虑啊。而屈膝就很有看头了，主要看到小腿前方装甲的联动，在弯曲的过程中会弹出来裂开座位椅，整个屈膝不仅能达到完美的180度折叠，而且小腿这里后方喷口内缩，前方装甲裂开的设计也非常的帅啊。另外这个高跟鞋脚掌虽然做了2段的可动，但前脚掌只能向下垫脚一点点角度，脚掌向后垫脚可以到60度左右，向前抬脚也差不多能达到60度这个幅度。脚踝甲是一个独立的球冠连接，脚掌也能做45度的左右旋转，最后向内有接近45度的接地性，很不错了。向外也能达到差不多同样的角度，可以看出来 S 高达在普通的状态下的可动已经是非常的优秀了。不说卡魂吧，在我买过的 M2 魂里也排得上号，身上的装备干涉也不多，玩起来真的是能摆很多的 pose。不过对于这盒玩具来说，主角可不止 S 高达本体这么简单啊！咱们把没用的2条腿和裙甲都先卸下来，接着拿出强化的裙甲，这个前裆甲直接装会掉，并没有特别的卡扣，这里需要拿出2个像锁扣一样的零件扣上，装到前裙甲2侧的孔洞内，和裆部的这个装甲侧面锁定，然后拿出这个裆部的连接件先拆开，安装到大腿的根部2侧。接着就能装上我觉得最有机械魄力感的腿部推进器了，这里要注意搭载的方向，孔洞要向着前方。
接着搭载燃料管和对应的接口适配器，在这个角度下，记得燃料管保持移印在上方才对。接着拿出原本作为支架连接件的零件接到上方，然后就能怼到原来的连接支架的孔洞。然后拆下原本 S 高达寒酸的推进器，换上 EXS 用的强化背包，最后再塞到背部就完成了。S 高达追加推进器模式，简称 Booster 模式，和 EXS 一样是 S 高达的一种改进方向。在设定中 ，MS 的腿部一般承担3个角色：接地的步行、推进机能以及机体的姿态控制及 MBAC 机动。显然，在宇宙中，第一种能力并不重要。那如果有的战斗并不需要精准的姿态控制，而是需要依靠绝对的速度，就比如新提坦斯基地的破坏作战，一击脱离，不仅要打一发打得够狠，打完你们都要追不上我。于是就有了 S Booster 这个方案，不仅将背包换装 EXS 的强化背包，连 B 组件的腿部也完全的舍弃，换成了推进背包。这种背包不仅仅是一个推进器而是发动机、燃料储存罐和推进器一体的装备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状态下的 S 高达一共有6台发动机，而且有4台直连推进器，总推力能达到恐怖的214万千克，极限加速能达到 EXS 的3倍。唯一的不足就是这个形态下的姿态控制是基本没有的，就是一台小型的 MA 了。实战中速度快到防御卫星都捕捉不到，然而前方遇到碎石带的话就会直接 GG 了。但我个人依然是很喜欢这个形态的，而且设定计划中还有以该形态为基础设计的 303E， 胶佬们的梦想之一，深度强袭。另外，由于腿部被取消精灵炮没有办法再直连到腿部，那么这里就会用到一个转接的适配器，从强化背包的侧方位打开连接的位点，通过直连背包的发电机来进行功能。M2 魂这里也是做到了完全的还原。不过说真的这腿部的连接件也做得太松了吧，经常一碰就掉，玩的真的是胆战心惊的。OK， 那么除此之外 ，S 高达的上半身装备基本是完全保留的，包括 INCOM， 而精灵炮当然也能换成连发的样式。那最后呢 ，M2 魂还给了还原一个装备未搭载时以特殊装备包形态登场的 Booster 组件样式。当然，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这个形态的。一方面是这个玩意儿的中心连接件巨松无比，组出来的东西就是直接一摊，而且组合出来的造型也非常的不好看甚至没有支架能支起来展示。所以这里也就简单演示一下这个组装就略过吧，毕竟也是玩法之一，怎么都得介绍一下。OK， 那么至此这一盒 S 高达带追加推进器的所有介绍就到此结束了。这应该是纯评测分享类里我做的最长的一次视频了吧，主要是能讲的内容真的是太多了。而且前哨战不仅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，它的机设也是异常的精细和丰富。而且这台 S 高达带 Booster 做的真的也是很讨我喜欢，造型、可动、涂装都很优秀，除了不能强人所难的变形和合体，其他都给了。最大的缺点也就是6年前这俩分开卖，一共才卖2万日元，现在再版了一下，竟然直接涨到3万了。只不过多了个可以和 Z Plus 组蜂鸟的玩法，果然还是胶牢的钱太好骗了呀。那么评测就到这里了，这一期真的是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了，恳请大家多多投币点赞支持一下，谢谢各位啦。